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话说前几天啊，这个对岸可热闹了，一年一度的汉光军演在7月9号锣鼓喧天的就开场了呀。这个演习一开始啊，那是又是撞车又是卡壳的，跟这个下饺子似的。哎，我看别叫汉光了，干脆叫咣当得了啊！咣当咣当，稀里哗啦，状况不断，一地鸡毛。哎，您还别说啊，今年的演习跟往年可大不一样。这以前吧，就是搞个5天4夜，在这个海滩上比划比划，这意思意思就得了呀。今年啊，好家伙，直接加倍啊，变成了整整10天9夜。我当时一看这个新闻，心里就咯噔一下，诶，这是要干啥呀？真当自己是拍连续剧呢，还搞持久战，这是准备跟谁耗呢？而且啊，这戏码也全部换了。以前的剧本啊是决战滩头，就是要在这个海滩上摆开架势，把这个敌人啊给顶回去。今年呢不这么演了啊，人家把这个场子啊直接搬进了城里，搬到了咱们老百姓生活的街道上，搞什么城镇韧性演习。这词儿听着挺专业的啊，什么叫城镇韧性呢？说白了啊，就是准备打巷战，准备把这个高楼大厦当碉堡，把大街小巷当战壕。这算盘打的真的是不把自家那点瓶瓶罐罐当回事啊。结果呢，这红片巨制啊演了还不到一半，真刀真枪的敌人还没见着影呢，他们自己啊先乱成了一锅粥。短短几天啊，光是这什么交通事故啊，就可以整了5场。哎，你算算，平均1天1场啊，这比那电视剧更新还准时呢。这哪是演习啊，这简直就是台湾版的马路杀手的集训营啊！咱们就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啊，跟大家伙儿盘一盘这几出大戏。7月10号演习的第2天，陆军第10军团的一辆军用大卡车，雄赳赳气昂呢，在路上跑着。估计啊是寻思着自己是去保家卫国的，这走路啊都有点飘啊。结果一拐弯，咣当一下啊，就把一辆小电驴给卷进车底了。哎，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还好这个骑电动车的大哥福大命大，从这个车轮子底下被扒了出来，受了一点轻伤。哎，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这个演习呢，还没见着对手呢，就先把自己老百姓给干趴下一个。你说这叫什么呀？未伤敌先伤民。这业务水平啊，真的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哦！哎，你以为这就完了？别急，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就在同一天晚上，陆军第6军团装甲542旅的炮兵营，一辆 M109A5 自行火炮，就是那种底下带那个履带，上面扛着大炮管的大家伙，在这个路上开着开着，突然间就跟喝多了一样，失去了控制。哎，你能想象那个场面吗？一个几十吨重的铁疙瘩啊，在这个街上玩起了速度与激情，一路火花带闪电，哐哐哐哐，连续刮蹭了4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那些车主啊，第2天早上起来取车啊，估计得哭死啊！哎，我这个车停得好好的，招谁惹谁了？怎么就被这个大炮给炮决了？听到，结果他们说车祸，结果我起来看，我们车子被撞得稀巴烂。货车车尾倾斜变形，车牌歪了，就连轮胎也烧气了，整辆几乎报废。而他的车头撞上前方车辆尾端，小客车车壳整片掉落，车身钣金翘起变形，布满刮痕。再继续往前走，汽车车头保险杆也是摇摇欲坠。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装甲542旅一辆 M109A5 自走炮车。后来啊，有好事的网友一扒了啊，说这个542旅不就是那个天天在这个电视上吹牛的名嘴将军俞北辰退役前带那个部队嘛？如果没有 GPS， 把你丢到台中市，你会认得路吗？你会不会迷路？台湾的路一天变几次？台湾的路1个礼拜变几次？解放军即使登陆上来，进入我们的大都会台中市、台北市，或者是这种大型的都会区，你的部队进来以后，如果没有精准的 GPS 导航，因为中国用的不是 GPS， 它用的是北斗系统。北斗系统到台湾来，它不容易接收嘛，它当然会迷路啊。那就没事了啊，不奇怪了，这叫名师出高徒啊，一脉相承啊。这带兵的风格啊，果然是够勇猛的。陆军兄弟们这么勇，那空军老大哥能闲着吗？必须不能啊！7月11号的晚上，这个空军部队啊，一辆爱国者防空导弹发射车要从一个地方啊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听听这个名啊，爱国者多威风啊，国之重器啊，多霸气啊！结果呢，
这个国之重器啊，开到新北市一个居民区的小街道里，麻烦来了，因为这个车身啊太长，这个路呀它又太窄，这两边还有这个店铺的这个防水棚啦、水槽什么的，哎，就这么着，这辆承载着台湾希望的导弹车啊，被死死的卡在了巷子里，那进呢是进不去，退呢也退不出来，哎，这一卡就是2个半小时啊！这一群人啊围着他抓耳挠腮啊，满头大汗。一辆爱国者飞弹车横插在大马路中央，卡在民宅门口。国军汉光41号演习9号起展开10天9夜的连续操演。11号晚间10点多，爱国者飞弹车在行经新北市安坑区的车子路和安一路口时，疑似是转弯时角度没有抓好，不慎开上路边骑楼。最后啊，还是在这个现场的美军指导人员的指挥下，这又是倒车又是挪位置才给弄出来啊！哎呦，我真是哭笑不得啊！你说这要是真打起仗来，这解放军导弹都飞到你头顶了，哎，你这个爱国者还在巷子里跟这个雨棚较劲呢啊！对不起啊，导弹，请你等一下，我先出个库。这个解放军听了是不是都得先笑晕过去啊？这热闹一出接一出啊，这根本就停不下来啊！7月12号下午啊，陆军第8军团一辆军用小吉普车在这个高雄市区开着啊，这回没撞着别人，自己跟自己较上劲了。这个司机啊，他也不知道是咋开的，这一头就撞在路边的石墩子上了，这车头是撞得稀巴烂啊，安全气囊砰的一下弹出来了。这下可好，敌人没打着，先被自家的安全气囊给偷袭了。这车上3个当兵的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安全气囊的战斗力可比他们人强多了，精准命中，一击得手啊！你以为这就到头了啊？不，这个压轴大戏啊，还得是陆战之王坦克。7月13号，又是那个战功赫赫的第6军团。装甲584旅的一辆勇虎主战坦克，在这个桃园市的马路上开着开着就开始压线行驶。估计这个坦克手啊，觉得我开的是坦克，我就是路上的王啊，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结果这个对面正常行驶过来一辆民用小轿车，躲闪不及，这2辆车倾到一起了。还好这个小轿车司机是命大哦，人没事，就是这个车啊被撞坏了，那估计得心疼好久。不要过来啊！哎，你说你一个开坦克的，你跟一辆小轿车是抢什么道啊？你那身板那履带那碾过去，人家不就成铁饼了吗？这哪是演习啊？这纯粹就是上街耍威风来了。这才几天啊，这个演习之程才刚刚过半，就整出了这么多狠活啊！这后面几天啊，还会有什么惊喜呢？我真是想都不敢想哦。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什么呢？就在他们演习啊演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啊，这个台湾南部地区啊正遭受台风丹纳斯的侵袭，那很多地方都淹水了，老百姓是受灾严重啊。7月11号，这个赖清德啊跑到台南去视察，有当地的老人家就恳求他说，能不能派这个军队来帮忙救救灾啊？结果你猜这个赖清德怎么说？他说不要发生什么事儿都靠军队。大家不良心啦，都没人来关心啦，这政府钱怎么到啊？不要作秀啦！救灾嘛是务之一啦，但袂使入去民房，啊无你万项代志拢需要。那真正无用的时阵，比讲这摆你汉光演习，哇，这话说的啊，真是水平高啊！那台湾的老百姓当时就炸锅了，在网上是一片嘲讽。有位网友说的特别好啊，说的对，那将来打仗的时候，台军也别指望进入我们民宅。你听听这话多在理，这救灾的时候你们指望不上，这打仗的时候倒是要拿我们老百姓的房子当挡箭牌，这算盘打的也太精明了吧！真把老百姓当傻子了。咱们光看笑话了，可是这笑话背后呢，其实是个挺严肃的事儿。为啥今年的汉光演习啊，跟往年的完全不一样，搞得这么鸡飞狗跳呢？这就要说说他们整个思路的大转弯了。这以前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啊，就是觉得这个解放军啊要打过来，那肯定得先登陆啊，那我就在这个海滩上给你死磕，把你们全都赶下海。这个想法在这个30年前，他们这个装备还有那么点优势的时候啊，或许还能做做梦啊。可是现在呢，都2025年了，两边的实力差距有多大？那但凡脑子没进水的人都清楚啊。现在就连最嘴硬的井底之蛙啊，心里也明白，那光靠台军自己啊，想在这个海滩上挡住解放军啊，那纯粹是痴人说梦啊。那怎么办呢？就指望外援呗，天天盼着呀，念着呀，美利坚天兵快来救我啊！结果呢，
这美国人现在也是学聪明了啊，他们的态度很明确。小老弟啊，打架是你自己的事啊，我可以卖给你点武器，给你递个几块砖头，但是你别指望我亲自下场帮你抡拳头啊。这个美国人给台湾出的主意啊，就叫刺猬战略，就是让你把自己变成一只满身是刺的豪猪，那谁想咬你呢，你就扎他一嘴血，让他觉得吃掉你这个成本太高，不划算。这招听着是挺厉害的，但是你看看这个乌克兰，不就是这个路子嘛？确实是给这个俄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啊。可是结果呢，自己国家被打成了焦土，军事实力也快耗光了，现在是越来越顶不住了。那这招说白了就是伤敌800，自损3000啊！更何况就台湾现在这种情况，你说的是刺猬都抬举他了，顶多它就是一根长了点软刺的海参，看着吓人啊，一碰就缩成一团了。所以啊，没办法了，滩头决战的梦碎了，美国天兵啊也指望不上了，只能硬着头皮啊换剧本。今年这个汉光4.1最大的变化啊，就是他们呀彻底放弃了在海滩上当英雄的幻想，把这个全部的宝啊都压在这个巷战上。他们现在的计划是这样子的啊，第一步啊叫躲猫猫啊，一旦开打，这个主力部队啊，像那些新买的坦克啊，赶紧找地方藏好，别被第一波导弹和空袭给一锅端了。那第二步呢，叫填炮灰，让那些守在海滩上的2线部队啊，先上去顶，能拖1分钟是1分钟，反正也是消耗品。还有这第3步啊，叫打冷枪，等这个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上岸了啊，还没站稳脚跟啊，他们藏起来的主力装甲部队啊，就突然冲出来打个反击，希望能把这个对手啊给打蒙圈啊。当然了，他们自己也知道啊，这点反击啊，根本不可能挡住大部队，所以啊，这只是拖延时间啊。所以还有这个第4步，也是最后一步啊，那就是全体撤进城里，钻进这个高楼大厦啊，钻进这个大街小巷的，准备长期作战。这个计划呢，在纸上看着好像挺像那么回事的，可是一到现实全是漏洞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演习刚开始就乱成了一锅粥。你想啊，台湾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台北、新北、高雄啊，人口密度那是大的吓人啊！这城市规划又比较老旧，道路呢普遍狭窄。你让这个什么坦克呀、装甲车、导弹车这种大象开进瓷器店里去作战，平时呢开车上班都堵得水泄不通，你再开个坦克进去，那交通不直接瘫痪了吗？这次演习啊，那个爱国者导弹车在这个巷子里被卡了2个半小时，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还只是演习，没有人在后面追着你打。那真到了战时，一辆车卡住，后面整个部队都得堵死。更要命的是，城里的老百姓台北加上周边地区常住人口超过600万，真打起来了，这几百万人往哪儿撤，往哪儿躲呢？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这个台湾当局这个巷战的计划，说白了就是赤裸裸的把这几百万平民当成了自己的人肉盾牌。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台湾老百姓都极度反感打巷战的原因。谁愿意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贷款30年买的房子，转眼就变成了军队的掩体，变成了一片废墟。说到底这个台湾当局搞的这场汉光演习，是想模拟一下未来战争的真实情况，搞一次贴近实战的预演。因为他们自己心里面也清楚留给他们的时间可能真的不多了。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剧本一换演员全都懵了呀！一旦脱离了以前那种按部就班的表演，这个台军就成了一群没头苍蝇，在自己的城镇里横冲直撞，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危险。这还仅仅是演习没有一枪一弹，没有真正的敌人。那要是真的打起来，那得乱成什么样简直是不敢想象这按理说军事演习的目的就是暴露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亡羊补牢。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台军这个病它已经不是感冒发烧了，而是病入膏肓，深入骨髓了。这都已经是重病缠身时日无多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给你慢慢的调整，慢慢的去调理身体呢？这10天9夜的年度大戏才演了一半，就给咱们贡献了这么多的笑料和槽点。咱们也别闲着，就搬好小板凳继续吃瓜看戏，看这后半场他们还能给咱们整出什么意想不到的新活来。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